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我们给西红柿去剪枝，大太阳，走。看这一颗啊，这颗是不是长得就比较多？我们把下面的这些都不要，只留2个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，就留2个哈，就留这2个枝。这个树，这个是主枝条，这个其实也是侧枝，但是这个侧枝我们是留着的，就留这2个。下面这些侧枝全部不要，给它弄干净。看这个长得这么粗了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有一些下面多余的叶子可以把它剪掉，看就像这样，这样就打好了。后续我们还要继续给它绑藤蔓，这已经绑了一个藤蔓了。不绑的话，果子长出来之后，它就容易把枝条给折断，因为西红柿果子比较重嘛。看，这没长那么粗，就很好掰，一掰就掉了。好，也是这里留2个，这上面小小的，你把它掰掉。一掰就掉了。这颗西红柿看2个头，就留的是2个主枝条，这2个枝条上，这里它又会长出新的侧枝，我们再把它掰掉，就把它掰掉。最好戴个手套，趁它小的时候摘就很方便，一掰就掉了。等它再长大就不好掰了，得用剪子。这是另外一只。这个上面就还没有，它后续也会长的。这个就是它的花，啊，这上面都在开花。看这个就已经挂果了。这里是大西红柿，我们家这个品种是无限生长型的，这些比较小的。一抹就掉了，一定要等天晴了来打枝，因为西红柿跟其他的它不像南瓜，我们上次南瓜是阴雨天打枝的，西红柿特别是如果是下雨天，它是很容易生病的，染病。还有一些我看他们就只留1个主枝条。这个也是灵活选择的，没有说一定要留2个或者是留1个。我们家留2个是这样，它会高产一些，2个枝头，然后都可以贡献果实。但同时呢，你的空间和养分一定要跟上。如果你留2个枝头，你的空间都不够，长得很挤，那就不合适。养分如果也少的话，它也就长不好。现在还比较小，不像有一年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个侧枝都长得跟主干差不多粗了，因为那一段时间下了1个星期的雨，那样的情况它就是会特别消耗养分，如果早点打是最好的。现在我们剪的这个是小西红柿，同样的跟大西红柿也一样，小的时候好掰一些，长大就不太好掰了。有一些不好掰的就不要硬掰，用剪子给它剪掉。好，这个等会儿我们把它剪到外面去，不要留在地里啊。小西红柿也是留2个头，其他侧枝都不要。
这种很粗的就不好掰的，就用剪子，硬掰就会把它掰伤了。可以看一下剪之前是什么样子，剪之后是什么样子。剪之前就是一团乱、一团糊、一团糟，剪了之后就很干净、很清爽。我们给蔬菜打枝目的其实就是让它高产，同时长出来的果实能够品质更好。有些枝条你舍不得剪，其实它并不好。因为这种以前我们也是试过的，如果不剪枝条，那长出来的就光枝条很多，但是长出来的果实其实是不高产的，品质也不高。像这样舍得把它剪了之后，好好管理，其实它品质根本就不差的，产量也会很高的。今天好闷热，还有人说我干活不利索，没有老爸利索，那肯定跟他没法比啊。他是37年老菜农了，我才搞了2、3年不到。熟能生巧，刚开始做你就慢慢来呗，只要尽量不做错就好，不要造成太大损失。哎，这有2根。我们家西红柿都是一窝只栽1颗，这个中间的间距40公分，垄宽是1.2米，这2株之间的行距也是45差不多，这个垄高10公分。这个西红柿上面剪枝的时候，好多绿色的枝叶，最好是戴手套，一个是避免感染它，另外一个那个枝叶搞到手上很难洗都洗不掉。刚开始是绿色，后面就变黑色。这打下来的这个枝条，我们这里是没人吃的哈。老爸说好像也有人吃，也能跟合渣一起吃，但是吃的人是特别少的，特别少。而且这个叶子，因为它味道很重的、很臭的，鸡鸭也不吃。还有人说打下来的黄瓜叶子怎么不给鸡鸭吃？黄瓜叶子跟南瓜叶子不一样，黄瓜叶子上面的毛刺特别多，又硬一些，这种鸡鸭是不吃的。我们现在是上午10点钟左右，今天是大太阳。南瓜、包菜那种，老爸是还有丝瓜、冬瓜，老爸是栽了之后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了，等打枝的时候看一次，然后绑指甲的时候去一次，搭指甲的时候去一次，就去的次数是没有西红柿那么勤的。像西红柿，老爸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来地里面看看。所以西红柿相比其他蔬菜，管理的频率和管理的难度都要更大。好热呀！这块地是因为靠着沟渠，所以它的水分要更多一些，土壤更潮湿。这块地就没有敷地膜，如果加了地膜，它土壤潮湿排不出去水，容易烂根。没加地膜呢，可以看看它长得就没有地膜的好。有白地膜，它温度高，长势更快。这都长这么高了，那边还是矮趴趴的。边上是栽的紫色西红柿，紫黑色，我们叫它葡萄西红柿，花青素很高的。哎，能过去打。是啊，别整着。任何弄别就好，你很慢的。
等会儿我要吃猪肉能吃吗？是啊，3会儿就知道。我留在地里。剪下来的侧枝啊，我们就放到边上这个田埂上，因为这里都是其他人的菜地，最好是扔得越远越好，放田埂上等它晒干。放这儿，现在太阳很大吧，一会儿就晒干了。